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16号，今天是星期二。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2103人，确诊人数是214947人，死亡率是10.28%。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0835人，确诊人数是389176人，死亡率是7.92%。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17968人，确诊人数是2161861人，死亡率是5.18%。油是37美金一桶，金子是1738美元一盎司。小麦和米的价格变化不大，牛肉和瘦肉猪的比例也是不大。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率是7块09分兑1美元。那么今天我们看有几个大的情况啊。首先呢，有个药物我们都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叫做羟氯喹。这个羟氯喹的话它还有与之相关的一些药呢，在几项这个最新的一个小型的控制不利的这个研究表明呢，它可以用于治疗这种病，然后害得川普总统大力推广这些药物。那么川普甚至他亲自服用了羟氯喹来预防冠状病毒。那么 FDA 最近表示说在审查了一些数据以后呢，他们已经正式确定这些药物，尤其是羟氯喹，并没有显示出它的疗效大于它的副作用。就是说它有疗效但是也有副作用但是疗效的好处不如副作用带来的危害大，很可能会引起心律失常。FDA 在3月份授权储备这些药物，用医院来治疗新冠患者，但是呢，在周一的信里他们进一步研究表明，这2种药物不大可能对阻止病毒有效，所以目前全国治疗指南就不建议在临床实验之外使用它们了。那等于基本上川普是白吃了吃错药了。那么根据这个信的表明说撤销授权，要求美国卫生部下属的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提出。那么这个部门呢，要求在紧急情况下提出最新的建议，不要再使用羟氯喹了。美国联合航空以及达美航空呢，目前已经获得了中方批准，可以复飞中美航班，每周各运营2班，这是个好消息在经过2国努力的话呢，留学生和华人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你回不去了嘛，因为北京那边开始爆发了。那么根据疫情防控保障能力综合的评估，那么最新的这个航班信息是如下美联航他们每周2班，地点呢是从旧金山到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航线，执行日期是在7月6号到10月24号。那么达美航空呢，它的安排是每周2班，它的主要的地点呢是从西雅图到上海的国际航班，时间呢是从6月18号起开始直飞，就差1-2天了那么除了美联航和达美一共4班航班以外呢，那么中国的航司还保留以下的航班，所以每周各有4班航班往返美国和中国。根据达美航空表示呢，最终直飞时间和航班频次还是需要民航总局的批复。不过原本6月18号的直飞时间呢，可能来不及了。目前呢，它是在报批6月27号的首班的直飞。中国的5个1的政策呢，它有期望被改变，机票呢也不再是天价的，希望大家都能因为机票降价而买得起了。那么根据民航局的这个透露呢，本身想从每周4班增加到每周8班，目前呢还可以增加2家航空公司运营中美航线。当下在中国方面除了已有的航线是国航、东航、南航和厦门航空以外呢，还希望增加海航和四川航空，每周呢各有1班中美航班，整体呢共执行6班。而美国呢则安排2家航空公司每周各执行3班，如此使得中美2国的它实现了航班的均衡。但是有个要求千万别忘了每天要打卡，
回国呢是有一个新规定的，那么一定要提前14天逐日申报防疫健康信息，否则是无法登机的。已经购买了回国机票的人员，他是务必按照公告要求，每24小时内至少填报1次相关信息，多填不限。那么否则将会导致你的健康码失效及连续填报中断。那么如果出现了失效的情况呢，无法补填，只能从再次开始填报时间起重新计算连续填报的天数，而连续填报的天数不足或者健康状况异常将无法登机。虚假填报呢，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看来啊，中美航空公司的沟通效果不错了，民航局对于美国航空公司的批准拓宽了中国同胞们的回国路，但是回去做什么呢？那么在疫情和暴乱的这个环境里啊，每个人是两难的。你说往美国跑啊，还是往中国跑啊？两边都不安生啊。美联储的零利率呢，目前已经延到了2022年，但是现在房贷啊，你要买房子的话，的审核是很严格的啊。那么美联储是日前宣布将会延长零利率到2022年，这对于贷款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业务量呢就可以增加20%到30%，而大部分的客人呢，他们都是要求自住屋重新贷款，还有以往自住屋贷款和重贷以前是各占一半，如今80%的人呢，他都希望重新贷款。为什么呀？缺钱啊，要从房子这个 equity 里拿钱出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零利率啊？零利率就是指联准会借款给银行，指的是隔夜拆借啊，24小时不收利息，它只是临时借用的啊，零利率。而房贷的是15年到30年的贷款啊，属于长期贷款，跟这没关系。尽管如此呢，房地产利率呢还是在历史的低位，30年的固定利率大约在2.875左右，15年的固定利率则在2.5左右。但是有个条件，复工以后才能重贷，就是疫情啊影响了很多人丢了工作，你没工作你怎么去贷款呢？那么无法符合查收入贷款的条件，只能等疫情恢复后拿到薪水单再贷款。但现阶段只要符合条件并且咨询的人呢，都会选择重贷，因为现在的利率真的非常好。但是审批呢更严格了，审批要求比原来更多，比如像雇主确认工作，以前贷款程序从开始到完成只需要45天，并且只需要提供1个月的薪水单。现在的贷款公司在最后完成前还会要求提供最新的薪水单，确认收入没有受到影响才能够放贷。同时，自雇人士啊，小老板啊，需要提供银行的账单。那拿1099税表的自雇业主呢，之前只需要提供最近1个月收入证明，还有支票收据证明是自雇业主。贷款公司呢，参考前1年的报税记录，但是疫情影响了很多自雇业者，他们的生意遭到了重挫。贷款公司在放款前会要求他们必须提供最近1个月的收入，证明生意还在正常运作，有收入来源。但是啊，申请延期付这个贷款的话是不能做重新贷款的。受疫情影响呢，政府针对无法马上偿还贷款的人呢，出台可以申请延后付款的政策。而有些人明明有能力支付，却非要投机，一边申请延后还款，一边做重新贷款，付不出贷款后却又申请重贷，两者自相矛盾。针对这种情况，贷款公司只能拒绝他们的申请。申请延后呢，说明财务状况出现问题。一旦申请虽然不会影响信用分数，但会留下记录，贷款公司只要一查信用报告就会发现问题，进而拒绝申请人重贷。因此，贷款建议民众如果没有受到影响，最好不要申请延后还款。那么高风险的贷款呢，几乎全部暂停了。受到疫情的影响啊，贷款公司或者银行它会严查高风险的贷款，比如说大额贷款啊，这 jumbo loan 啊，或者是投资屋套现 cash out， 就很难拿到钱，因为贷款公司它会考虑到很多房客不付租金，那么对贷款人呢就有影响。那么银行呢可能就会提高门槛，要么就是利息很高，要么就是申请人的这个薪水收入高，能够在租客无法付房租的情况下，自身薪水还能负担投资房贷，满足这些条件，银行才会贷款。目前银行呢，它确实暂停了很多的重新贷款，所以记住啊，延期付贷款就不可以重新贷款。
蓝色巨人 IBM， 他刚刚向美国国会的信呈报说，他们将停止交付人脸识别和分析软件，不再开发和研究相关的技术。他们说我们不要像中国一样。IBM 的 CEO 呢，他们说 IBM 坚决反对，也不会容忍他使用任何的面部识别技术，包括了任何供应商提供用于大规模监视、种族貌相、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或任何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信任、透明度原则的目的的面部识别方案。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啊，得益于人工智能的进步，过去10年内的面部识别软件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此同时，这种技术因为它往往是由私营公司提供的，几乎就没有监管或者是联邦监督，已经被证明在年龄、种族和族裔方面存在着偏见。这可能使这些工具在执法和安全方面呢就变得不可靠，并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IBM 它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发布减少偏见的面部识别训练公共模型，但随后被发现呢，有100万张呢是未经授权拍摄的这个 Flickr 的照片。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啊，受到最大的重创的这个是纽约的餐馆业。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随着各国的情况不同啊，有一些餐饮业者表示出了对于外卖行业深深的担忧。疫情期间呢，这个各个国家都出台了这个防疫的政策，那么出门用餐的民众呢大减，很多人就改用了手机程序或者是微信来进行外卖点餐，一时间叫外卖就成了一个大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打个比方啊，现在送餐员就可能要给你送餐，要打包好的保温袋搬到车上，送往附近的客户里面。然后呢，美国的比如说像大华府地区嘛，他们餐饮业也是跟纽约一样饱受了疫情的冲击。现在纽约我看看也是一些店都开了嘛，只接受外卖。他们外卖订单呢比平时提高了不少，还不断的收到未开发送餐区的消费者反映，要求增开送餐区。包括每天看到接受政府免费餐食的也有外卖员啊，每天都把纸盒子送在门口，给低收入的老人家饭。当然任何人都可以领，我看到是很多人领了一大车一大车的啊。打个比方啊，在这个华埠的中餐馆呢，由于疫情也面临着不小冲击。我们知道华埠的客人也都是开车过来的哈，很少人如果再往华人集中的地方来，那么华埠的餐馆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店主们呢都改变了策略，现在要求店员呢上门送餐，每隔20分钟他就发车，节约成本，避免裁员。那么大家轮着开公司的车，开餐馆的车，也是一个方法。那么最好那个外卖呢可以生意越来越火。我们知道啊，在其他的国家啊，比如像什么哈萨克斯坦啊，根据这个各地的记者他们反映回来哈，说这种情况啊，客人根本就不进你任何的餐馆，那么只能够开展餐饮的外卖配送服务，包括这个外卖厨房了，是吧？你配好了给他送过去，他网上点餐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根据最近的这个距离同时要合理计算一下成本，进行外卖打包。那么这种提供贴心的服务呢，可以让叫外卖的顾客呢，除了降低那个感染的风险以外呢，还能更舒心。所以理论上说，外卖行业它不仅带动了很大一部分的就业，也为餐饮市场提供了新的商机。有一些商家呢，他为了确保食品的安全，让民众吃得放心呢，就开始使用这个专业的叫做食品外卖打包机。这种机器送到人那边呢，就是属于中间根本不可能打开的那么希望更好的为顾客着想，让顾客外卖吃得更好更香。所以当外卖送来的时候，最好你看一看，能有打包机打的最好就靠这个薄膜死死的封住了，不可能中间有任何污染那么疫情期间每个人也关心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像这次的新发地的三文鱼，这也是食品安全问题。不管怎么说，三文鱼虽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但是人感染新冠病毒传染到三文鱼，三文鱼再传染给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所以在大量的餐馆里应该引进一种叫做封盒机的嘛，它可以紧紧封闭，不漏空气。那么商家提供了一大堆服务啊，还可以给这个附近的顾客呢，你要记录以后呢，给他免费送餐，特别重要的免费送餐，还有特价的下午餐，特价品呢全天供应，而且还白送饭，这都是为了吸引顾客能够长期叫卖。所以多样的在唐人街这个纽约唐人街呢，很多的客人包括租客人们都是在叫外卖的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还有特别的是，餐馆如果你有现成的，能够你 drive through 是吧？你可以开过去，像麦当劳似的，能够开过去，也是进行非接触的点餐，也是不错。当然了，还是有的一些餐馆他们认为这个外卖其实呢也没那么好做，因为第一它的成本嘛，你要负担各种各样的包装成本是吧？人工成本、汽油成本，还有保险。那如果餐馆它能够使用第三方平台的配送服务呢，都是要被收取一定的费用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生意外送的时候如果是发现自己堂食的客人差，那么提供外卖的餐馆呢，他们现在的反馈是说也不太赚钱，这是没办法那么只能外卖不能堂食的客人来说，那么一般的它这个盈利的利润都不大，因为它毕竟的成本是越来越高嘛。收费呢，有的时候第三方的配餐的公司呢收费也不合理，所以呢他们多数是偏向找一些没有名的，或者是属于个体户之类的，他们自己来帮着送餐所以呢他们发现自从送餐了以后呢，他们的营业额呢大概是在没有送餐的时候呢50%。那么当然有很多的餐馆的商家，他们担忧如果疫情长期的持续下去呢，做外卖呢也不能够救命。而每个月的他们原来的这个租金呢很贵，有的是1、2万、2、3万那么团购外卖外送呢，一天也做不了多少单。那么如果这个疫情持续太久了，战线太长，那么团购和外卖呢，它也是没办法持续的，只能暂时歇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餐馆现在是宁可不开，宁可转出去，也不要再继续做了。虽然有一些餐饮业者他不看好外卖业务的持续发展，但是呢，外卖业务的逆势上扬呢，也不是本来他们的本意。餐厅呢，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业务呢，靠外卖的一条线来支撑原本的堂食、自取和外卖3条线的业务呢，总体上呢还是入不敷出。所以不管对于商家、餐饮从业者还是普通民众，外卖业务的快速成长都是件好事儿，但想平稳持续的发展呢，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路径去探索的。今天发生了一个很不幸的事情那么参议员他们要求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他们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他们滥用EB-5的投资移民签证进行审查。那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叫做雷神塔勒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乔丹，他们写给了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总审计长，叫做 Comptroller General， 叫做多达罗，提到说2020年的5月21号，川普总统宣布了对中国采取一项新的战略方针，目标就是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写信要求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要审查中国共产党滥用EB-5投资移民签证项目的程度。那么美国的国会他们在1990年的时候创立了EB-5的签证项目，是由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管理，为在美国投资一定数额并且创造就业机会的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议员们说在2012年到2018年期间每年是差不多有1万份的EB-5的签证，有80%被在中国出生的投资者获得了。他们还在信中说尽管EB-5项目在刺激资本投资、创造就业方面贡献值得称赞，但是近年来很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在滥用这个项目，
以使其成员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信中他们还表示啊，随着国会重新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再次审查EB5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2名议员他们希望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就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未发EB5项目中有任何欺诈行为进行改进，以及从中国共产党或与中国共产党有关人的投资者那里获得EB5投资资金的累计金额等方向要进行审查和报告。同样在星期一的时候，众议员叫做雷神塔勒还提出了叫做终结中国共产党入籍法案。这个法案呢，它将阻止中国共产党员获得绿卡。他说，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全球舞台上从事有侵略性的和不计后果的行为，包括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违反国际贸易法、犯下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罪行，以及最近未能采取行动且未能负责的分享可能遏制新冠疫情的信息。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员和我们美国人的理想和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们享有作为美国公民的所有特权。这就是让我想起了你每个人如果你在入籍的时候，他们会着重的问你，第一个问你是不是纳粹，第二个问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那么我是知道的很多人他是从头开始他就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员。当然了，在中国是有9000万共产党员的，他们在中国的那个系统下呢，是一个上进的一个路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么以前呢，美国的移民局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认为如果你以前是共产党员没有关系，如果大家都入，你是为了有一条上进的路径，也是可以放行。但是呢，他们最关心的是你不可以隐瞒，你要认认真真的交代。所以这问题来了，包括你EB5，包括你申请绿卡，包括你入籍，中间你填的所有的信息从申请签证开始到最后漫长的路程中，你的信息都不能出现矛盾。所以你一开始如果你承认是共产党员，到入籍的时候承认不是共产党员，就有矛盾了。相反也一样，开始你说你这不是共产党员，那最后呢又说怕要诚实，要说是共产党员，又矛盾。所以在你提供信息接触美国领事馆、美国大使馆的第1分钟起，你填的每一个信息都是要以你的最好的理解实事求是的填，因为最终你填过的所有的信息，你会惊诧的发现全部都在你的档案里。然后他们审核的移民局官员呢，根据你审核的不同的，比如说你申请绿卡还是入籍还是延期签证，他看不同的资料。最终呢，你的小辫子是抓在他手里的，他如果想抓一抓，那么就认为你签证欺诈、绿卡欺诈、入籍欺诈。如果他不抓你呢，或者政策放宽了呢，也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你一旦和美国人接触，一旦和美国政府接触，一旦和美国领事馆、大使馆接触，申请各种签证、各种绿卡、各种入籍，还包括车安局，所有的资料都要认真如实的填写，不可以隐瞒，不可以欺诈，很重要哪怕你的个人理解错误或者是记忆缺失，那是人为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美国人是有很多的方法，如果他较起真来，他找后账呢，可以找回10年前。如果他放你一马呢，他现在就可以放你。派 TV，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